大多數人家發生車禍，只要是車跟摩托都是講車錯的哦。看到有人車禍去幫忙，結果他下半身被撞傷，法庭最後的判決是他自己也要負上一半的責任。歡迎繼續回來，妹妹透，我是眼力現金，我是拉斯達妹妹。今天我們有一位朋友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他的職業呢有點特別，律師對大家來講是一個很普遍的職業，但是車禍律師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OK， 歡迎我們今天的嘉賓靜慧來到我們節目當中。Hello， 各位聽眾還有觀眾，大家好。那謝謝兩位主持人的介紹。那我是車禍律師靜慧。OK， 我們先來問一下。那麼多律師，那麼多不同的，就是他們比較 focus 的案件，為什麼你選車禍？其實我沒有選車禍，是我剛車禍選你。我要問一下，如果是7月，可以亂講車禍這個字的嗎？我會不建議大家晚上開車。OK。其實律師的行業就跟醫生的行業很接近，醫生會有自己的專科，看心臟、看眼科，還有看內臟科、婦產科。其實律師專業裡面也是有人是做離婚的，有人做商業糾紛的，有人做合約糾紛的，有人是做那種上市公司的，所以基本上每一種律師都有自己的專業所在啦。然后剛巧我進到的這一家律師樓，它主要是做車禍的案件的也就是做車禍的索賠，所以我是類似是誤打誤撞，剛好那時我在工作的地點需要找一個律師樓的時候，他就做車禍案件。基本上我實習的時候是在一個大律師樓實習的，結果因為機緣巧合我去到Johor工作，然後我在Johor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律師樓的時候，這個律師樓就做車禍，所以我就進去做。然後一開始其實我不會跟別人講我做車禍律師，因為我覺得我在賺的是一種災難財的錢，也就是律師大多數是這樣嘛，就離婚也是很衰的嘞，車禍也是很衰的嘞。拉姐你好講話哦。也就是講，確實是你遇到問題你才找律師，但其實房地產買賣也是要找律師啦，那種也是好事情啦。那個太多人做了呀，賺不到。但車禍律師 as in 你要被撞傷撞死，你才會找個律師幫你去索賠。所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我一開始是不會跟我朋友講的，因為我會覺得有點大家來洗，在賣保險這樣子。其實有一點接近，因為我就會跟你講，你記得買車險哦，或者買意外險買多點，醫藥費、醫藥卡記得要有保障之類這樣子的情況。所以很多保險朋友很喜歡你哦，應該。所以有時候我拍的東西跟錄的東西講的些，我保險朋友會來跟我講，很好，我 reshare 了，來去提醒別人講，在路上要小心開車。如果索賠不到，至少你還有醫藥卡或者是意外險來保障你。可是我還有一個好奇的東西，就是如果沒有車禍，你就沒有生意，你會有怎樣的心態？就是希望，有車禍了，這個就是我的生意。因為我的律師樓剛好是在一個很常發生車禍的十字路口，我去上班到一半的時候，聽到嘣一聲，平時人會講有車禍嚴重要叫就上車，我就心想，等一下會不會拿到這個 case 你懂嗎？這是真實的想法。我第一件事不是因為現場一定很多人衝去救他什麼，我就會心想，等一下可能就會拿到這個 case，你就會覺得我是很衰這樣。對，他的 bank， 對，咔清進來。其實我是用了很多年來消化這個心情的，其實就是別人有問題我幫他啦。我常給的一個例子就是 COVID 賣口罩跟手套的人，是因為更多人會怕死、怕細菌、怕感染，所以他賺的每一筆錢都是很糟糕的。有人去世了，你要不要買棺材？這樣做殯葬業的人是不是很慘？我即便講做醫生都好，一定是他受傷有災難，所以我是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消化這件事情講，其實我是幫人解決問題。所以我的工作不是因為我製造別人的問題，我不是製造問題的人，我是解決問題的人，所以我才會調整。去覺得今時今日我跟別人講我做車禍律師，我不會覺得所謂的丟臉或者不好意思。這個是一種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沉澱的，去消化這件事情。我覺得他消化得很好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行業跟自己的道德裡面就有一個 dilemma， 你知道嗎？沒有辦法跨過去，然後就放棄了。我覺得記者也是有這樣的那種想法，就是好像今天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嗎？今天那個飛機墜毀，有什麼東西可以做頭條？我就有點好像怎麼我這樣壞的對，我覺得同樣的狀況在裡面想。你到底其實做這個想法，或者是做這個東西是為了什麼？你是為了博取流量，你博取什麼東西，還是說你其實只是
我有這個專業，我剛好能夠幫助到這件事情。就好像我客戶最常問我，為什麼我不可以賠多一點？為什麼這個賠償我幫他拿取到30千，他覺得我應該要40千；我幫他拿到100千，他覺得我應該要值得150千。這樣我就會開玩笑，常常跟他們講說，你要拿多一點啊，你斷多一點哦，你糟糕慘一點哦，你被撞的部分多一點哦。可是我就開玩笑問他，你現在可以健康坐在這邊，你給他覺得30千少，你懂拿300萬的人是這樣嗎？全身癱瘓植物人坐在那邊，突然反省去了，他可能就斷了2隻腿，這輩子不能工作。你要拿到這麼多錢嗎？你不要的話，這個賠償你可以好好的繼續生活，就是 OK 了的。這也是換了很長的心態，我是用開玩笑的方式跟他講，但其實背後悟出的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常常會覺得東西要得更多，可是有些時候不是要得更多，拿到更多就代表是好的事情來的。真正最超高拿到最多賠償的人，其實他的人生也毀了，他一家人的人生也毀了。你要想到有些人發生車禍，他是一家之主，手停腳停的人，尤其是那種最常發生車禍的一類人是誰呢？ Grab driver。因為他是驾摩托，他要快也好，或者他常常穿梭在裡面。你要想他今天有做工，他這個禮拜才拿到錢的嘞。他如果馬上車禍，他要休養3到6個月，他就完全是沒有收入了的一種情況。對啊，所以你不要去心想，這樣我慘一點咯，拿多一點賠償咯。坦白講，很多人就這種情況，他其實根本就生活就已經停擺了，就是陷入困難了啦。那像你剛才講的，就是可能他受傷的越嚴重，他就賠的越多嘛。這樣什麼樣的情況，什麼樣的車禍才需要找律師？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只要你有身體的傷害，你盡量可能就是找律師幫你去賠償，不要因為對方跟你講說，我撞到你皮外傷，我給你個500塊看醫生，你就覺得夠了。可能其實那個皮外傷有很多的部分，真實賠償你可能拿到5000塊。你就不要為了拿500塊，你就去選擇不要去報案，不要請律師去索賠。然後當然我講的是皮外傷，其實更多的可能是手指斷啊、脚趾斷啊，或者是臉部，有些人是毀容，然後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他沒有戴 helmet， 或者是騎自行車行人他過馬路的时候被撞到，這些人可能有腦震盪啊，他很嚴重的這種情況，基本上只要有身體的傷害，他就會需要請一個車禍律師幫他去索賠。那我想問一下，好像保險也是有這樣子的服務，所以有什麼分別？就是車禍律師還有你保險的那個 claim。它是2個部分來的，不是每個人有能力買保險，未必每個人有醫藥卡嘛。就是他沒有買到保險的話，比較需要這找你。是兩種事情，一是有醫藥卡的人，他可能就馬上就去私人醫院去得到治療；沒有醫藥卡的人，他就要去政府醫院去 emergency 之類這樣的情況。把那個是受傷之後當下如何處理嗎？真正的索賠其實不只是賠身體的傷害，所謂的身體傷害就是我該跟你講的有骨折啊，或者是癱瘓啊，或者是要截肢啊這些。有些情況底下，比如他因為車禍沒有辦法工作，3個月6個月沒有錢了，這也是要收入的減少。有些人去到極致的，他是死亡，所以他的離開導致他家人少了經濟的資助。所以這些東西是跟你買醫藥卡沒有關係的，是你獨立出來，因為車禍你需要跟對方賠償的東西。我常常跟客戶講的就是你要去想，你因為一個車禍需要額外花的錢 A to Z 醫藥費，你可能要去做 rehab， 你可能要去買藥物來治療，你可能失去收入，你可能過後需要再去動手術，因為你放了鐵在身體，所以這些東西是所有車禍需要賠償的 A to Z， 就是通過這樣子去索賠的。所以跟你的醫藥卡只是去 claim 住在醫院的醫藥費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很多人就是發生那個車禍，可能是他們要一個車禍律師，我又想到 pocket 裡面又沒有錢哦，所以那個費用又是怎樣，還是怎樣算啊？基本上在行業內來講呢，他都會跟客戶講，有些可能收 deposit 咯，我先跟你收個 deposit， 過你拿到賠償之後，你把最後我跟你算的那個律師費再跟他去算這樣子咯，of the 你的賠償的多少%這樣子啦。有些是這樣的算法，有些是一口價啦。因為律師的費用在所謂的民事訴訟裡面，只要是律師跟你講，你同意的話，那就是你願意給的一個賠償，就是雙方承認或者雙方同意，就是 OK 可以 go on 了的。你剛才有提到，就是如果那個騎士他沒有帶helmet，然後發生了車禍，那我給你一個 example， 一個情形。今天有一個摩托騎士，他沒有帶helmet，然後車撞到他，但是其實是車做錯的，可能他就是闖了一些的規則。那其實這2件事情他會怎樣呢？因為沒有帶helmet是他的錯誤。我們在車禍的法庭判例裡面，第一件事要討論的是 who at fault， 到底誰有錯？疏忽在誰？我們
的詞叫做 liability，所以我常常會講，到底這個案件是你對100%還是你對50-50，還是這樣子的情況？如果用你該的情況來講，車是100%錯，比如他進入口出入口撞到摩托來講啦，可是我是對方律師，我一定會提出一個質疑的點，就是你遭受的車禍是腦震盪，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你沒有戴 helmet， 如果你有戴 helmet， 可能你就不會腦震盪，所以法庭之前的判例會講，即便一般的案件車禍裡面車輛是要100%錯，可是因為你這個特殊的個案，你個人必須承擔20%的疏忽，所以就變成假設你的賠償是100千，這種情況你要承擔20%嘛，所以你就少掉20千哦，你只能拿80千這樣子。所以基本上在一些案件裡面，就会要去判斷到底誰有疏忽。你這個個案是這個人沒有戴頭盔，所以他自己要疏忽20%。像有些情況最常發生的，其實就是行人過馬路，一般哦，因為你突然間衝出馬路，然後車其實也有在某些道路不應該駕得很快，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判斷到底是50%、100%、80%之類這樣子的情況來決定最後的賠償啦。要怎樣去還原現場呢？一定要有 car cam， 還是說有目擊證人等等呢？我也常常分享的就是，其實車禍只有誰知道呢？被撞的人、撞的人，還有老天爺。坦白講，只有這3個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不像在中國，中國一個馬路就是100台那個 cam 在那邊可以拍到你。所以馬來西亞來講，第一當然是你的口供，對方的口供，目擊證人，如果有的話，他也願意出來。然後最後就是 dash cam，或者是商店剛好有拍到他的角落，有拍到這個車禍的發生。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即便都不願意都好，你的 dash cam 盡量裝啦，前面後面。其實有時不止幫到你自己，是幫到別人。你真的會一個不小心拍到一個車禍發生的現場呢？我常常就有客戶就是紅綠燈，其實最常是我們判斷不了到底誰對誰錯。我講我是綠燈，你也講你是綠燈嗎？可是如果一個 dash cam 一出來，我的客戶就講我就是綠燈過，對方是紅燈，這樣對方肯定沒有話講啦。相反的，我客戶跟我講是青燈，警察給我看 video， 你的客戶闖紅燈，這樣我沒有話講咯，就客戶的錯咯。對，所以按照你剛才講的情況，就是當事人要知道，對方要知道，到最後就是裝 dash cam 是最好的一個情況。那我想問，如果是發生車禍的第一件事，我們要做什麼？發生車禍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環境安不安全下車。其實你不要覺得一發生車禍就要馬上下車，有2種情況啊。第一，如果你是在 highway 發生車禍，或者是你在那種很多車輛還在行走的地方，你當然是不可以隨便先下車，因為萬一你一下車又被撞到嘞，或者是這樣子。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要避免假車禍的情況發生。有些人是特地撞你，然後要詐騙你也好，或者是他就希望這樣子而去拐帶你或者之類這樣子的情況。所以特別是女生，你們如果覺得那個地方不安全，盡量跟對方講，我要去到一個比較亮的地方，我才下車。或者你講我們去附近的警察局。那如果你撞的是摩托，然後那個摩托就直接倒在地上，馬上叫救傷車。OK， 这件事情当然这個事情是如果是你錯的話，或者是對方撞到你，你真的是受傷的話，當然這個是馬上要 call 救傷車啦。我現在講一般常人覺得是那種小車禍、小撞小碰的話，你要視察周圍的環境是安全，讓你們在現場解決的。如果是不安全的話，盡量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討論這個東西。如果現在你自己講到已經撞到他，已經翻覆在地上轉了很多圈，然後看到他流血了，馬上就要救傷車咯，來處理了。就是輕輕的 kiss 那種就停路邊先啦。當然我覺得其實引發到比較嚴重的車禍，基本上你也不要把車移開，因為車禍的現場警察來到拍照，這些東西全部是證據來的。到底車誰進誰的路，我講你進我的道路，我講你進我的道路之類這樣子的情況，還有碎片在哪裡啊，然後車轉停在哪裡啊，這些東西全部是證據來的。所以盡量不要動，盡量不要移動那個車子車禍發生的情況。因為這些東西要警察來到，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先拍照啦。不過在允許的情況，假設不是那種很繁忙的道路或者什麼之類，盡量我是不建議先移開的，因為所有在現場的東西都是證據來的。天然的唯一的預防的方法，你就是裝 dash cam 啦。什麼都沒有 dash cam， 摩托是在那個頭盔上面吧？有啊，現在很多了啊，就是那些 dash cam 是裝在那個 helmet 上面。這樣是很好的。我有一個問題想問的，假設一個情況是我以前一個朋友他遇見過的，他那時候就進了一個港崩，他就撞了一個摩托，但其實是那個摩托錯的，然後他突然間很快衝出來，他就撞倒他，然後就打電話，他就叫一群人來，然後那群人就是很
不友善对，很不友善，就好像你刚才講的，就是他覺得他自己不安全，然後就一直在裡面。那這個情況，我們是打999叫警察來。不是你面對野蠻的人，你不能跟他一起野蠻，所以你就是只能等警察來。這種情況我會建議等警察來。OK， 但是那個時候他們就講大多數人家發生車禍，只要是車跟摩托都是講車錯的哦。好像有一個莫名的一個定論，就是摩托能夠 greater salah。這就是大部分很多人問我的情況。我之前也是有寫評論的時候就跟他講，不是的，馬路上是看誰有使用這個道路行駛的權利。像你剛才講的情況是摩托撞出來，摩托衝出來的那個當下就影響了你行駛這個道路的權利，所以是你是對的。無論你是摩托也好，車也好，我們看的是到底是誰擁有行駛道路的權利。所以這種情況要冷靜，要冷靜，叫警察。OK， 等，尤其是在馬來西亞這麼敏感的種族關係裡面，盡量不要把這些車禍變成是某種種族撞另外一種種族，然後另外一種種族兩邊就在那邊就拍 video 咯，你拍我，我拍你咯，然後 video 裡面就講一些很難聽的東西之類這樣子啊，它會上升至一種族群非常敏感的事情這樣子，所以是盡量避免這些東西啦，就是盡可能的不要有情緒。然後也不要讓大家本來那個人也沒有很大情緒，但是我下去拍了，然後他也很大情緒，兩個都很大情緒，然後一發不可收拾。就是我覺得雙方只要釋出善意，錯的那一方就是講 say maaf 咯，對不起咯，然後就跟他講我要好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可以現在談就現在談，談不到我們就等警察來。那你有處理過就是種族之間的那種車禍的那種案件嗎？其實我本身大部分80% 的客戶是馬來人客戶18%華人18%印度人這樣子啦，所以你問我大部分我處理的客戶也是馬來人的客戶啦，比較少會遇到這一些所謂的族群之間的啦。我覺得大家最印象深刻就是沈可婷案件啦，但我因為我沒有做刑事的那一些車禍的辯護，所以我不大清楚他們在處理的時候會更加敏感，或者是注意的是什麼，或者是網民之間自己要協調。作為律師我肯定沒有辦法介入這些東西的。那如果好像網民之間他們會在那個留言的部分他們會有很多的想法，警察就會講你們不要給太多的想法，因為這個會影響到調查的部分，對你來說會不會影響到你做判斷的那個部分呢？法官是很少用 Facebook 的，法官也很少看新聞因為法官也很少會去關心到底社會的輿論是講什麼東西的，這是一定的嗎？其實當法官是很孤獨又寂寞的一個工作，因為他基本上所有的大部分的法官是沒有 social media。是啊，社交圈是很 limited 的，他不能被看到跟任何的大部分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律師一起吃飯啊之類這樣的東西，因為會影響他的獨立或者是判斷。所以我會問我朋友要不要去當法官的時候，他就會講他很 enjoy 他現在的生活。所以你該問我會不會法官會看到這些東西，基本上我的理解裡面，法官基本上是不會去注意這些外面的流言蜚語，因為會影響他的對於這個案件的判斷。然後難道網民比較多人講是 A 錯，他就會覺得是 A 錯面？難道網民整個情緒講是 B 的問題，他就要去判 B 錯面？所以要維護他的獨立跟公正，也不要去聽或者看這些東西。包括我覺得 as a 律師，我們本身你要知道，有時你最大的敵人是你的客戶，as in 他會講騙話，所以你要很公正客觀的去要判斷你的客戶講這些東西啊。你有沒有試過那個客戶跟你講就是真話，但是其實對他很不利的，那你要講打？你要講把它解決呢？他跟我講的事實，可能對方的律師不會在法庭裡面問到，這樣就過了咯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啊，對方律師未必知道啊。我當然是不要他講騙話，他也不能講騙話這個東西，但就要靠對方的技巧啦。或者有些時候，我覺得我對客戶是100%對的，結果對方一質詢下來，他就變成不對路啊，好像講錯了一些東西，或者本來你可以 claim 100%變成只 claim 50%，也有這樣子的情況。其實我蠻好奇，就是律師或是法官的這個工作啊，如果是遇到那種嫌犯啊，很會講話那些，你們怎樣去 detect 還是講騙話的？其實看一個神色是嗎？在這邊沒有啦，其實我覺得很看律師的風格嘞。有些律師是會直接 stop 你，有些律師是會讓你講stop 你，當然覺得你很難 manage 的人他就 stop 你，讓你講的是你講啦，講多錯多。有這樣的情況的，所以很看律師的風格，有些要看法官風格啊。他有耐心不是給你講完了，你有講話的權利嗎？有些法官是很沒有耐心的。Enough OK point noted next， 就是知道還在講騙話。講騙話也好，或者是一直在兜圈子，遊花園，嘗試要跟你講很長的東西之類這樣子。所以你剛才跟我講有沒有講騙話，其實也看律師的功力啦，問不問得出。
前言跟後語有沒有對得上？我可能 A 證人講這個，你的 B 證人講的是別的東西，所以律師的責任就是在拿完所有的口供之後，去跟法官講，你看 A 講這個 ，B 講這個，所以他的口供是不可信的。哇，很考功夫一下因為之前我們就有錄一個 podcast 關於我們車禍的時候，大多數我們的人會做什麼 reaction？OK，有些人可能要去拍 number 啦，有些人可能要去幫忙啦，有很多種不同的 behavior。在你看來，你覺得一場車禍的發生，我們應該去幫忙嗎？給個例子啦，2種標題咯。一，路過的人見義勇為，成功救出一個車禍的傷者，哇，你就拍掌。如果標題是路過的人不小心遇上2度車禍，截肢死亡，你會覺得早知道不要幫他啦，一幫他結果自己也衰，所以你会觉得哪一种？所以我很难去讲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所以我常常去讲车祸的时候去帮助人，前提是自己也要安全。对，你不要觉得一股的热血就要下車衝去幫忙。我就是有客戶看到有人車禍去幫忙，結果他下半身被撞傷，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傷害。法庭最後的判決是他自己也要負上一半的責任，因為他沒有在自己安全的情況底下去幫助別人。所以安全的情況包括什麼？你要有別的路人在那邊指示交通啊，這樣子的情況。因為坦白講，你晚上開車，你也知道前面有人突然間 stop 下來，他前面 stop 的人可能是去幫的人呢，直接撞上去了，2度車禍發生，就是這樣子的情況。所以回答你的問題是要怎樣去，要不要幫呢？我們還是鼓勵大愛，但還是要視情況而定，就是你要確保你是安全的情況下去幫他。如果你也讓自己置身於一個危險的狀況，這樣你也要為自己的疏忽負上責任啊。那已經做了車禍律師幾年了？我2013年開始，到現在就是2025年了，大概12年的時間。12年，你遇到最棘手的問題是什麼？如果你講最難忘啊，我每次其實我都會分享同一個個案，其實我最棘手處理就是那種死亡車禍。死無對證，兩邊死亡車禍就是兩邊死無對證。如果單方面我的客戶死亡也死無對證，我只能靠另外一邊的人來他的供詞，跟去挑戰他的供詞，還有警察去現場做的調查來告訴法庭講說為什麼我的客戶是很無辜的在這個車禍。其一是對於舉證的難啊，其二是面對死亡車禍誰來要給口供，因為他去世之後他的家人要來給口供。所以你面對他的家人的時候，他跟處理那種性侵案件有點接近，在於他要重述他發生車禍或者是他對這個人思念的一種情況，他就有2度傷害，所以還會有很多情緒。對，我覺得最麻煩就是哇，我已經叫家人來了，我覺得今天我要把 case close 掉，突然間法庭跟我講有事情下次要再來，他每上庭一次就是他一直在挖自己的瘡疤多一次，然後到最後死亡車禍可能有些時候賠償是很低的，拿到不多，他就會跟你講說我要這個錢來做麼？可是我的責任是幫你拿金錢賠償啦，你要回那條命我又幫你拿不回，你要對方坐牢還是你要他被判更嚴重的刑罰，我也幫不到你，所以那種家人的情緒其實是最難處理的。你到最後就發現你不只是個律師，你還要做心理輔導員而且你要知道啊，你越年輕處理這些東西，你的資歷很少，你很難跟他講我盡力了所以你只能用你的語言跟嘗試讓他理解去，可是這是他一輩子的功課啦，你也不期許自己去做到這件事情，可是我的責任就是你委任我去幫你拿這個索賠，我就拿到你該有的錢，這樣子啦。他在你面前哭哭啼啼，你只能遞開一個滴數給他，然後跟他講說這是你拿到的賠償，然後希望你節哀咯，然後生活還是好好過下去咯。哇，好難欸，很難欸我覺得很難欸因為你心想我用最簡單的卡拉大到最近那個媽媽女兒孫3個人，你拿到再高的賠償，你 as a 律師我不是律師老闆，你要去想象你每一次要叫他的家人上庭一次，跟你要跟他講幫你，我跟你講多少錢才夠，那種車禍100千500千100萬，坦白講啊，我不懂種族之間跟宗教之間我覺得會有影響，因為有些宗教可能對他來講馬來人啊穆斯林拜5去世的人好像比較 holy，對，有這樣子的態度，你遇到一些客戶會跟你講OK hari Jumaat meninggal jadi mungkin ada hikmah，對會有這樣子的心態，所以我很難跟你講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有些人是宗教寄託很強的，無論是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他可能會覺得說那可能就是一種他看得開咯，可能會這樣子咯，所以比較好處理，也不能講好處理啦，也很看個人。就是我覺得可能那個案件的那個他的家人，他的心態，就是他看這件事情的心態比較正面的看待這個死亡案例，沒有辦法去
評論啊，因為每個人不一樣。就像你有些時候你跟他講我拿到這樣高的賠償，他都不滿足。我有些人會覺得無論拿多少錢，拿回錢就好咯。就是每個人的需求跟每個人的想要不一樣的，看不看得開。就是對你來講，到多少錢才叫有錢是一樣的概念呢？我有最後一個問題想要問的，就是你剛剛有說，其實死亡車禍的索賠可能會比較少，為什麼？死亡車禍很看當事人有沒有工作。OK， 死亡車禍一般上法律底下給家屬的喪親費是3萬塊。2019年之前是1萬塊。所以2019年，如果你因為家人有車禍去世，你就拿到1萬塊的喪親費，加上你的葬禮費大概3000塊。可是過後就修法變成3萬塊。可是我想問你，一個人的生命值3萬塊沒？所以這個是我最難遇到的東西。但如果所謂的要有更高的賠償，是因為當事人有工作啊，所以他就會有自己的 formula 去算出來啦。到底假設我每個月拿你的家用500塊、1000塊，然後就有 formula 算出來，這樣你的賠償可以拿到200千。這樣子的話是我因為在你去世之前，我仰賴於你做我的生活費，我就拿到比較高的賠償咯。像我有些客戶在新加坡工作，或者他就是比較高收入的，賠償就比較高。可是如果是那種一個月1000多塊、2000塊的收入，他就可能拿到比較低。前提是這個人有工作，如果沒有工作，他說是對方的父母離開，或者是小朋友，下巴士突然間被撞死了，就拿到3萬塊的喪親費咯。所以按照死亡車禍，不能講說為什麼這個案件拿到比較高，那個案件比較低。其實每一個車禍有自己的獨特性跟複雜性，不要每個人會覺得說每一個案件都可以拿到很高的賠償，未必的。這個有解惑到我。總之我們在路上就是要安全。就是要安全，要裝 dashcam， 要好好小心駕車。我常常講的，你要知道，你有時撞傷的不只是傷一個人，你是傷一個家庭。有時你撞死的不是一個人的那一瞬間，是可能是對方一輩子家人過不去的一個問題。我突然間覺得他今天分享了之後，我教我的家人裝 dashcam 是一個非常準。跟非常好的選擇。就算有交通車禍的話，你也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要幫啊，還是要停車啊？如果太棘手的話，這裡就是你們的救星了。對叫我又不可以講我生意興隆，我只能講說，叫我不能講生意興隆，就是救星來幫忙。就是如果有發生任何的車禍的問題，都可以來詢問他。你就關注我的 page， 看我的書，知道如何預防車禍。非常對，好，今天就非常謝謝我們的車禍律師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跟我們聊了那麼多。希望這一集聽了之後，你會馬上去裝 dashcam。好，下期我們再見啦！我是眼力仙金，我是拉絲達，拜拜，拜拜，我們再見。